再也不会看诺兰。这电影院有点奇怪。我看你这个也拍，你。大家好啊！接下来我要做的一个挑战，那就是在1天之内9个小时3刷《奥德赛》。为了防止我待会儿看电影的时候睡着，所以我决定不吃早饭，但是咖啡还是得续上。OK 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IMAX 厅，票价是花了62块1，确实有点肉疼。这个厕所有点像进入什么时空隧道一样。我靠，你这个也拍。我已经看完了，一个字，厉害！这部电影是影史上面第一部全程用 IMAX 70毫米胶片拍摄的。从电影的开头画面就可以看到，每一帧的画面它其实是有胶片的那个连接点，看上去其实有点像是频闪问题，但其实那不是频闪问题，那个瑕疵就可以理解为那个是一种胶片质感。另外一点，关于声音的表达上面，声音的处理其实已经很糟糕了。影片结束，那个广告突然插进来，战国时代手电。如果你有耳机的话，尽可能可以开一个降噪或者通透模式，去避免掉它那个声音的嘈杂。第二场是去看杜比，那我们可能在杜比上面，我会去重点去感受这个声音的部分。如果说满分是10分的话，我能够给到9分，不过分。但中间有个小插曲，就是我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进水就进水，因为我觉得我喝的已经算很少了，但是结果中间还是有一段剧情，那段时间我实在忍不住上厕所去了，对，所以第二场希望能够避免。中场休息，吃个饺子。补充第2杯，等第2场开始。第2场。第2场确实给我感觉完全是不一样。首先从2个方面，画面上面胶片的质感进一步的提升了；另外一个从声音上面来说，就是细节更加多了，山羊的声音啊，然后火点的声音啊，然后海浪从右往左，就像它那个鼓点战鼓声音，你就会感觉到它跟你的心跳是同频的。在 IMAX 里面，它声音其实非常的粗糙，它就只有响跟炸而已。很推荐大家去看杜比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去 CineLab。看看在画面上以及声音上面还会有怎样的一个效果。我们先出发吧。这次不喝水的策略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效果。你这个也拍。第3场的话，因为我之前没有看过 LED， 所以我大概要感受一下。最后我们再来综合评价100元以内最好的电影院要选什么。赶场赶到了。坐了1个多小时的车，这电影院有点奇怪。我打包票，我没有做节目效果啊。OK，yes，最后一站，差不多凌晨3场。谁能想到竟然可以包场，空无一人？一口水没有喝，我现在整个人非常干燥。我他妈再也不会看诺兰。OK， 我们现在电影已经全部结束。CineLab 从整体的表现上面来说，我觉得是3场里面表现最差的一个。首先，屏幕上面感觉特别光滑，它会有一种很润的感觉，好像是加了一层磨皮跟滤镜的感觉。你不会认为它是一个胶片拍的电影，像是大半夜躺在床上，然后灯关掉，然后你开了一个平板电脑，然后把亮度调到最大，非常刺眼。中间真的是一度是睁不开眼睛。然后再从声音上面来讲，虽然 CineLab 上面它标的是一个杜比音效，但其实只是个贴个牌儿，它其实只有左和右的2个音响而已。那么我最后再总结一下，如果说你的城市真的看不到GT 厅的 IMAX 的话，那么我就建议你选择杜比，绝对不会有错。这个就是我1天花了9小时挑战下来最终得出的结论。希望这条视频对你能够有帮助。我们下期再见。